生你愿意留在我的身旁一辈子，拥有你是最大的福气，没有人能代替，寻寻觅觅，只有你在背后重复舍弃，用心去感觉，才能看透，你是我的唯一。爱的魔力让世间更美，不用怀疑真的心，让一切更有意义，不在乎活在外面那庸俗的美丽。爱的魔力让我张开眼看清楚你的烙印，管什么天姿国色，再大的美丽比不上你的真心。我爱你。我也是。疼啊！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？连坐一下都不成啊！哎呀，这无嘴王八蛋，生了儿子没屁股！哎呀，是谁啊？啊，在后面。是谁？在后面啦！是我，认得我吧？我不这么做，他能这么快回来吗？你想想。不是说你是丞相吗？啊，你平时不是很机智吗？有很多的计策吗？怎么到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呢？你还记得我是丞相？太好了，他是丞相的儿子，我找个职位给他，是希望他能好好干。道路禁书去买100大板已经便宜他了。把我这样的人困在藏书阁里面，这样的官我宁愿不做。你还说？喂，你这么大声跟他说话，小心吓着他。慈母多败儿，你这种人呐，你喜欢抄是吧？好，我书房里的书给我抄1000次，抄到知道反省为止。哎呀喂，你看他的屁股连坐都不能坐，你还罚他抄啊？还不去？娘，老公，让他去。那就去抄吧。谁让我们母子俩要靠他养，寄人篱下，也只好忍辱偷生了。来吧，儿子，屁股还疼吗？拿着。你干嘛？你毒打他不算，你还要毒死他？我向太医要的独门金疮药，一擦就没事了。你要不要啊？哎呦，你这个人呐，就是这样，口硬心软，头大心眼细，长了一堆眯眼，特性感。笑什么？我没笑。没笑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亲生儿子，你真是！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哎呦，哎爹，好舒服这样。哎，能不能再擦一点啊？好了，起来吧。哎爹，不是要你多擦一点吗？怎么不擦了呢？干脆吃一口。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吃了就死了。哎呦，这药真的那么灵啊？一点也不疼啊！不信你试试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！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现在我们就找那个太医，把他的药方买过来，我们就大量生产，之后我们就做他的总代理，再把它包装成家居必备良药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。娘，你太聪明了，走！哎，走！站住！打了50仗还想打50仗啊？还想做生意？我告诉你们，再出事别来找我，我不会理你们了。我们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娘说的对，说的对。你们母子狼狈为奸。大王，是微臣教子无方，管其不言之过。哎，他们也是无心之失嘛，以后不犯不就行了？谢大王。不过理应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啊？说吧。最近我呢，
睡眠不足，食欲不振，弄得心浮气喘，有时候流虚汗，蹲下来头晕，撒尿颤抖，常常力不从心呐。我怀疑患了严重的贫血病啊！不是吧？你这种体型会贫血？哎，贫血是体内的事，表面当然看不出来。大王，你有没有常识啊？这样，叫太医给你开几副药吧。不用。不用太医啊，那么叫小高来治你啊。你叫高手打我，我知道我失宠了，你不疼我了，所以我打你啊。喂，胖子，有什么事啊？我担心再没能力帮大王治理国事，希望大王让我辞官。辞官不是吧？别开玩笑了。我不是开玩笑，现在是东宫娘娘主持大局，我相信未来3年都能国泰民安。3年之后怎么办呢？美女陪我不行的。我不陪你，有很多美女陪你，大王啊。这可不一样啊。总之你要陪我，再说你要陪我睡啊。大王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有苦衷的。我只会为国效力，不会教儿子。我希望能多抽点时间管教他，免得他再做什么错事儿啊。你想教儿子是吧？这也对。多谢大王，我马上回去写辞职信。站住！谁让你辞职了？什么？刚才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说给你时间教个儿子，3个月行了吧？3个月啊？太多啊，2个月。越说越少了。哎呀，胖子啊，2个月就够了。我知道你很疼你儿子，这次的事情让你很不开心。你想想，齐国很需要你，没了你不行的。大不了这样，放完假回来，每天工作不超过4个时辰，外出做事不超过15天，这样行了吧？魏大王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微臣不敢，死罪。哎呀，我们这么熟，什么都好商量嘛，2个月就够了。大王啊，你这么有本事，一定行的，还有时间去玩呢。哪有时间玩？你能不能让抗旨啊？臣不敢，死罪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喂，你看。这是我新发明的水车，准备放在水塘里面运水、灌溉稻田呢，可以提高生产力。哎，你过来看看。来，好啊，我也喜欢新东西。哎，来，这个水车怎么卖水啊？卖这个头啊，运水呀。哦，运水。哎，运水。这个东西好好玩，好好玩。老板结账啊！怎么这么大烟？娘子，你在搞什么？啊！别打扰我。娘子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？做事情辛苦吗？哪来的辛苦啊？全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新环境当然从底做起。你千万别心急，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你在弄什么？啊，有位高人教我用炉炼丹药呢。高人？什么高人啊？会不会被人骗了？不会，有很多人练呢。而且你看我们家徒四壁的，人家有什么好骗的？这什么丹药啊？我之前也在他那儿开过药，吃了以后就好了很多。把药方给我看看。啊。普通草药啊。是啊，他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呢，而且他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这么厉害？是啊。你终于来了，徐启。您就是那位奇人。
请问您怎么认识在下的？再迟一点，全国上下的人都要认识你。你今年一定能够开鸿运，功成名就啊！不晓得吉人为什么会这么说。我是不会看错人的，你一定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人中龙啊！在这里，齐国？对，在这里，在齐国，你的印堂上泛着红光，再加上你的气度不凡，一定会在齐国封侯加爵的。不会吧？我现在做的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怎么可能封侯加爵呢？因为有个贵人在你身边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贵人？我刚到齐国，认识的朋友也没几个，何来的贵人？认识的少，不更容易认识清楚吗？这个人，你一定认识。你今年来，本应该难逃杀身之祸，幸好这位贵人及时出现，你才逃过这场大劫啊！没错，我的确是死里逃生。可是我来了齐国之后，遇见的都是敌人呢。这敌人和贵人之间只是一线之差，只要有他帮忙，你在齐国一定能够大展宏图的。可是我来了齐国之后，遇见的都是敌人呢。这敌人和贵人之间只是一线之差，只要有他帮忙，你在齐国一定能够大展宏图的。想不明白了吧？我来告诉你，这是个女人。女人？大家猜一猜，她是谁呀？找谁？干嘛拦着我回家？娘子，公主，相公，你回来了。公主已经来了很久了，还给我带来很多礼物。你看。哦，多谢了。啊，这些血燕是给你补身子的，记得早晚要吃呀。这个我收下，但是其他的东西我实在不方便收。而且公主，你是金枝玉叶，你能够来这里看我们，我已经够不好意思的了。是吗？我不觉得有问题啊。你也是公主嘛？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我已经是平民了。哦，你在这里住的习不习惯啊？习惯，只是我相公他……怎么样，做事习不习惯？王兄派你去领哪个军营，我可以去看你啊。我现在在管马房，管理饲料和操练。王兄怎么搞的？堂堂将军去练马，是不是搞错了？不行。公主，上次你为我们求情，我们才能逃过大难。这次还要为我们的事情操心，实在过意不去。其实我只要能为齐国尽点力就行了。不行，这样是大材小用，糟蹋人才。我一定要帮你想个办法。啊，我知道应该找谁了。多谢公主。多谢公主。好啊。那好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李丞相已经放了7天假了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李丞相安排的这么妥当，如果大家按照议程做的话，应该没问题啊，大王。哦，那如果没问题，那就退朝吧啊！大王，啊，
丞相放假之前，叫我们多征用一些新人。是啊，你有什么提议啊？大王真聪明，我想推荐个人进宫。谁呀？徐启。怎么搞的？徐启。徐启拜见大王，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哦，原来皇叔，你知道他以前的事吗？是，我十分清楚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还引荐他进宫呢？只因为2个字：人才。徐启是个人才。他是敌国的叛徒，为人野心勃勃，以防他另有企图，根本就不能委以重任。娘娘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哎，你先起来，说另一半吧。没错，我这个人很有上进心，其他人称为野心勃勃。以前和娘娘交战，那是各为其主。现在我既然是齐国人，自然会对大王忠心耿耿。我徐启绝对有信心，有这样的能力报效齐国。你忠心，何以见得？只能够用时间来证明。大王，我也用自己和妻子的性命来担保，我一定誓死效忠大王。大王，名不正则言不顺呢。大王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徐启绝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我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。这样啊。这样吧，你去右军营做个都尉。不过呢，稍有差池就会杀头的，知道吗？谢大王成全。我不服！大王，在朝的每一位都是经过文武测试的，为什么偏偏他可以赦免？做探子的任务很艰险，这已经是很好的测试了。如果王叔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只有口服而心不服了。那应该怎么做大志才心服呢？除非他打赢我。好，大王，我也想在大家面前展示实力，请大王恩准比武。请大王恩准比武。吴燕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也是个解决的办法。那好吧，后天，你们2个比武吧。领命。不要这样子，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的。别黑了，别黑了！正如高人所料，那位贵人应该就是公主。这么难得的进宫机会，你可千万要把握时机啊！可是朝中很多人反对，明天我又要和庞芬比武，我自己都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你呀，有了这个，你就会有10分的把握。比武啦！比武啦！吴燕呐，你说今天他们2个人比武，谁会赢啊？师弟武功怎么样，我心中有数。但是徐启诡计多端，我不得不防。这里这么多人，他玩不出什么花样的。对啊，徐启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他们武功不分上下，一定很难分出胜负。那就好看了啊！话说回来，那3个家伙到哪儿去了？对啊。来，庞芬1赔5，徐启1赔20啊！哇，这样，那我买。哎呀，庞芬现在大热啊，时间不多了。来啊，庞芬是吧？你买谁啊？你买谁呀你？快买呀！我买庞芬。我买徐启，虽然他讨厌。怎么搞的？你还是人吗你？庞芬就算输了，我也要买他，关系到国家安危，怎么能让叛徒抓兵权呢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赌钱就是这样，总得买一个吧？你给钱了吗？你买了吗？末将庞芬，末将徐启，参见大王、娘娘、公主。今天完全是比武切磋武艺，点到即止就行了啊！别太拼命，出人命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是大王。
哎呀，让开啊你！哇，真刺激啊！哇，好残忍啊！喂，徐启好像不行啊。我也这么想，再过几招肯定输给我师弟。哎，打不过也没办法了。你们一个个说他不行，所以他才怯场的。你们帮他，那我来。徐启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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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弟，哇，徐启赢了！你是赢了，但是你没有给钱嘛？不行不行！庞将军，承让了。哎呀，本王呢觉得你们两个的武功啊不相上下啊。这样吧，徐启，你安心做你的都尉吧啊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！高人，我终于赢了这场比武大赛了。知道，我早知道你一定会赢的。幸亏有大夫那帮药粉。总之，这次要谢谢大夫。不用谢我了，你赢了就好了。大夫，为什么你这么厉害，知道庞芬他有鼻敏感呢？这些你就不用管了，也不需要知道。总之，你赢了这场比赛是最重要的。那大夫为什么要帮我呢？因为我觉得你有潜质成才啊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的相貌奇佳，迟早会封侯败爵的。我是个生意人，放长线钓大鱼，这桩生意我做得值啊。大夫真的觉得我在齐国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吗？我自己倒觉得是障碍重重，每一步都很难走。你今天赢了这场比赛，就等于向成功走了第一步。可是那个钟无艳和李丞相都看我不顺眼，有他们两个在，根本没机会。那倒不一定，我自然会有办法的。有什么办法？不过这行不行，就看你肯不肯合作了。徐启听凭大夫吩咐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啊！大夫尽管吩咐，只要能向上爬，徐启全凭大夫差遣。好，那我们就进行第二个计划。究竟什么是第二个计划？无言姐姐，你要小心哦。哎呀，师弟，你别再喝了，你已经喝了很多了。给我，我不要你管。都已经输了，你再拼命的喝也不能改变事实。我真是不争气，怎么会输给徐启？上次在魏国受了他一剑，已经很没面子，还差点死掉。我当时就发誓，我一定要报仇，
回来以后，我苦练剑法，勤练武功，直到最后，还是输了。我真是没脸见人呐！不要这样，再抱怨也没有用。是，一点都没有。这样都会输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师傅，我对不起你，师弟师妹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师弟，我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你一直喝个不停，我们怎么谈呢？对不起，师姐。你刚才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今天我一直认真的看你们比武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很奇怪。怎么了？徐启功夫不差，可是平心而论，以功底来看，始终比你差一点。上次在魏国交手的时候，他是趁你分身不暇才偷袭成功。可是如果公平对打的话，你应该是稳操胜券。更何况他大伤刚刚出狱，功力没理由恢复得那么快，他不可能赢的。师姐，你这算是笑话我，还是安慰我？我不是安慰你，也不是笑话你，我觉得是有蹊跷。你是说他在耍手段？我也不敢那么肯定。不过他在魏国能放毒箭那么卑鄙，他在这里照样可以那么做。刚才比赛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最后的时候，鼻子突然觉得好痒，体内真气乱窜。不过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吧。我倒觉得很有问题，就是说不出究竟哪里出了问题。算了，是我技不如人，不帮自己找借口了。你说我小气也好，多心也好，我始终觉得徐启这个人不简单，始终觉得他身边好像有很多高人在帮他。高人？总之，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。他现在成功的进宫做官，我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，一定要小心他。你放心，师姐，我会勤练武功，总有一天我要让徐启输在我手里。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。他们两个运气真不好，偷吃也不知道离我远一点。好啊，干柴烈火，竟然在房间里待了那么长时间。哼，我看你这次死不死？高手，高手，高手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春姬娘娘。啊，娘娘，这么精神啊，上了那么多阶梯啊！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觉得今天天气真是好，所以就想上城楼来看看下面美丽的风景。风景？你不觉得吗？这上面的空气真是好，不知道有多舒服，你说是不是啊，高手？娘娘，是不是有事要找我？其实也没有，不过呢，我听到一点小小的传闻，想问问你呀。什么事啊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大王去过鬼谷啊？是啊，没错。那个庞峰将军，他和吴燕娘娘，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他们是师姐弟，感情一向很好啊。师姐弟，关系很好。是啊，吴燕娘娘比庞帆早进鬼谷嘛，所以一直是大师姐。她很关心弟妹，弟妹也很尊敬她呀。是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俩的关系好像不像是师姐弟那么简单吧？啊？莫非娘娘有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可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呢，刚才啊，我听到一点小小的传闻，娘娘如果有什么话要说，就快点说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你快说。那你可得答应我，
你不能说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保证，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来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啊，我看见庞峰走到了左边吴叶娘娘的房间呐。啊，这也行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在外面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那儿待了3、4个时辰之后，我才看见他把庞峰给送出来，而且他们的感情不知道有多好，不知道有多亲热，而且特别，你明白了吧？啊？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？你站3、4个时辰，你不累啊？喂，我不是说我在外面站了3、4个时辰，我是说庞峰在吴叶娘娘那儿待了3、4个时辰，而且他们俩的感觉可好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说大王戴绿帽子啊？喂，你小声点，我可没有说过这句话的。我的意思只是觉得吴叶娘娘她好像对庞峰将军太过于关心了。我想可能他们2个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谈吧。虽然2个人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但是他们都是读过书的斯文人，应该不会做出那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啊。哎，我可提醒你啊，你可千万别把这件事情拿出去乱说乱讲的啊。娘娘请放心，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没人知道。我高手是一个很有口德的人，砍死我也不会说的。好，太好了，现在舒服多了。刚才我把它憋在心里面，实在是难受死了。现在讲出来，好舒服啊！高手啊，我先走了。你可答应了我，不准乱说的。人格担保，杀了我全家我也不会说。走啦。你答应了我，真的不要说。放心，就算杀了你全家我也不会说的。原来庞将军跟吴叶娘娘有一腿子。喂，记住别到处去乱说啊！我答应过春季娘娘不告诉人家的，知道吗？闲言闲语真多，真多。说呀，吴叶娘娘和庞将军真的有一腿子，有人亲眼看见他们在屋里拉拉扯扯的，这么离谱啊！那大王岂不是戴绿帽子啊？一顶绿帽子从头戴到脚了，好恶心！昨晚呐，有人看见吴叶娘娘和庞大将军大被同眠。不会吧？你不信呐？这是真的。昨晚呐，有人亲眼看见庞将军抱着吴叶娘娘亲得不知响。这么厉害啊！听说御厨在给吴叶娘娘煲13代宝汤呢。吴叶娘娘是不是有了？那小孩是大王的，还是庞将军的？当然是庞将军的。你想想，大王刚娶了3个如花似玉的西宫娘娘，哪有时间理吴叶娘娘？娘娘守不住活寡，想和庞将军。就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没错呀。想不到娘娘提倡男女平等，真是坐言起行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看，大王娶了3个西宫，这心里不服，怎么着也得再找个男人。男人3妻4妾那是风流，女人红杏出墙，成何体统？别说了，小心把你抓起来杀头。你以为他们不知道？这件事情宫里早就传出来了，天下人皆知。这就是茅坑里的屎，怎么也挡不住那味儿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听说啊，吴叶娘娘和庞将军珠胎暗结，快要生了。哎呀，早就听说过了，好像还说现在在秘密找奶娘呢，说1个月有50个刀兵。岂有此理！冤孽呀！
我们王宫竟然出了这种丑事！哎呀，冤孽呀！母后，你不要气成这样子，这件事情一定是谣言。吴燕呢就没有怀孕，相信我，这种谣言听到都是笑死人的。停！你们竟然笑得出来？无缘无故居然有这样的谣言！你们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啊？哎呀，吴燕真的没有怀孕呐！你们说说话啊，是不是？太后，微臣冒此直谏啊，娘娘的身材那么苗条，一点都不像怀孕的样子。照微臣看呢，她这种身材一辈子都不会生孩子的。就是啊，娘娘最近又练刀又练功的，跳来跳去，怎么会怀孕呢？再说她这么跳，有眼流产了。没错，这些谣言太荒谬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说的人低能，信的人白痴。你这侏儒瞎叫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追究钟无艳有没有怀孕，我现在想知道她和庞将军之间到底有没有私情。哎呀，母后啊，你别听人家胡说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哎，大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所谓空穴来风，势必有因。为什么人家不说别人，偏偏要说吴燕娘娘呢？你有证据吗？有啊！哎，我上次看见吴燕娘娘和庞峰在一起，吴燕娘娘对庞峰的笑，就是那种眉来眼去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不知道有多缠绵，公然当着大家的面打情骂俏的。哎呀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气死我了！母后，你别生气，心平气和地想一想。心平气和？我都快气晕了，怎么能心平气和呀？啊！母后，有什么事慢慢商量嘛。你知不知道丑啊？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啊！这样做人家的老公，怎么当一国之君呢？阿贵，太后，您冷静点儿。大王始终是大王，怎么也要给他点面子啊。明天还要上朝呢。就是啊，王叔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王宫出了这种丑事，以后让我怎么做人呢？王宫的面子让他给丢尽了。太后，我看吴燕不像是个不守妇道的人，咱们查清楚再说吧。单凭外边的谣言就给他定罪，恐怕对他也不够公平吧。哎，是太后，王爷说的对，不能随便冤枉好人，很容易被人告诽谤，让你没办法下台的。我们家的私事，轮得到你们这几个人在这胡说八道啊？你们给我滚！滚！等等，微臣冒死直谏，这个地方这么狭窄，怎么滚呢？死贱官，你给我滚！太后，恕臣妾所见，我觉得庞将军和吴燕娘娘啊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呢自然很好的，所以说不定他们在鬼谷的时候就已经有一腿了。哎，不用查了，你想想这件事啊，传得整个王宫都知道了。不会是假的。哎，你少说一句吧。哎，母后，这样这件事呢，让我来处理，也许是个误会。误会？王二啊，你的绿帽子从头戴到脚了，你还说误会？你傻了吗？就是啊。哎，这次庞将军，我看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大王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惩罚他。总之，我自有主张。先把庞芬抓起来再说啊。王二，大王英明。好了，别这样了。等，哎，走开啊！大王生我们的气了，这都怪太后不好。以后我见到他就不问早安了。叫我们奴才，当我们是狗，那不是狗奴才。以后见到他我就不看他。我们3个人一条命一条心。刚才谢谢你们2兄弟拉着，不然我动手打太后了。太后早安，有什么吩咐奴才？太后，太后不要说，别让我打倒这2个狗奴才。哎呀，提人不上啊！先发制人，先发制人啊！站住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为什么抓我？老师，快走！为什么抓我？放我出去！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是清白的。放开我！我什么也没做，我是清白的。你们查清楚。大王，我问你，我师弟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把他关进大牢？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还好意思过来问大王为什么？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丑事？我做了什么丑事了？哎呀，这种事情大家心里明白就是了，还说出来丢人现眼呢。大王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和庞芬的事，大家全都知道了。我跟庞芬的事？是啊，你跟庞峰的事大家都知道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还血喷人！
我本来想说服自己相信这不是事实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如果我真的跟他那样的话，我早就接受他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哈，你讲我们就信了。每个贼都说自己是无辜的，难道你要我们几个看见了，还要装作没看见吗？事实？什么事实啊？你看见我们在一起吗？闭你的嘴！我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有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会有这个红印吗？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会弄成这个样子吗？你离开一下也好，反正留在这里没有什么作为。这个地方全是小人，全是一帮小人。他们也真是的，竟然说我跟你有问题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无所谓。齐国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值得我留恋，师姐，不如你跟我走。不行，师姐，我们在鬼谷学了那么多东西，就是希望可以一展所长。可是在这个地方，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。我们去另外一个国家，以你和我的才干，一定会有人赏识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背信弃义，我不能离开齐国。你是不想离开齐国，还是不想离开齐宣王？师姐，经过这次你还不清醒？他这样对你，值得你这样留恋他吗？我们只是有一点误会，一点意见，这些都是小事。小事？师姐，你不要骗自己了。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。他这个人用情不专，三番四次的背叛你，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无论如何，他始终是我相公。相公？哼。我知道了，师姐，你不用说的那么好听。他这么对你，你还肯留下来，是因为你贪慕荣华富贵。哼！师弟，你误会了。我不是误会，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走。你是怕我妨碍了你，破坏了你和齐宣王的感情。师弟，你怎么那么蛮不讲理啊？我是看你在这里不开心，没什么发展机会，才叫你离开的。你怎么会想到那么远？你不要说了。不要在这儿假装好心。你要我走，直说好了。我庞芬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赖在这儿不走的。好，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承认了？你火气太大了，我不跟你争。哼，你保重，娘娘。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回来的。怎么样啊，李少爷？没说错吧？是不是感觉很精神啊？太神奇了，简直可以打死一只老虎啊！我们介绍的当然是好东西了。哎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有那么大的奇效啊？哎，李少爷，你现在一天到晚待在家里，外面发生很多事你都不知道啊！嗨，别提了，你以为我不想出来玩啊？自从上次偷抄禁书搞那么大，我爹差点没辞了官，在家里管着我和我娘，让我们面壁思过。我们足足几个月都没有上过街呀，比狗还惨。今天呢，我也是偷偷溜出来的。哎，我们算是老朋友了吧？你这一出来就带你享受好东西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玩。所以呢，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好朋友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刚才我们吸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问他。这些好东西啊，是一个世外高人给我们的，他可厉害了，什么都懂，还能未卜先知呢。啊，是吗？哎，那你介绍我认识认识啊。不过他不是很喜欢见陌生人。切，还老朋友呢，没那么小气吧？这个明白了，待会儿宵夜和玩都算我的。你看如何啊？
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来，西西，来。哎，这些是什么呀？有什么好吸的？